我做到很累很 depressed 啊。我的 stress 最大的东西是我没有人分享。这个妈妈很失败哦。那时我真的很惨，我晚上真的完全睡不了，就开着眼睛。Something is wrong with me。Hello， 我是学生蔡荣阳，阳明四海的阳，这里叫做Bing Who Cooks 哦，所以我是 Bing， 然后我 Who Cooks， 我可以 cook whatever I want to cook。为什么我叫 Bing 先呢？我先 explain 先啦，因为本来我从小15岁我就大概跟比较多马来人一起长大，连马来人都是你叫他们骂，然后他们叫你 Bing， 所以久而久之每次叫我小饼饼小饼饼。阿饼是新加坡俚语，源自闽南语的发音。通常用来形容那些没受过高等教育、说话粗鲁、缺乏分寸的年轻男性。显然，这不是一个正面的称呼。但是，31岁的蔡荣阳却乐意被称为阿饼。阿饼不是喝酒，也不是打架，也不是闹事。对我来，阿饼最重要的是你可以 live to what you want。阿饼是 is a word of freedom。哎呦，我高兴我就笑到大声。你 need to live free and easy and happy。我饼的最容易的可能就是我的 tattoo 哦。有时你看到阿毛他们看到讲 ，Are you sure you put a cabbage on your neck？ 那我就跟他们 explain 那个 story 哦。这个白菜 cabbage 啦，是因为我的孩子，因为我老婆姓白，然后我姓蔡 ，together 我们生出来的孩子就叫白菜。哇！我叫白欣颖，我是蔡荣阳的太太。我们是在 Instagram 认识的。我陪我的一个好朋友去看他喜欢的男生拳击比赛。在蔡荣阳学习厨艺前，他曾经是国家队的拳击选手，到过不同的国家参加比赛。拳击这个擂台不仅让他大展身手，也促成了他的姻缘。然后我就去 at 他，然后他就天天 comment 在我的照片，然后我们就开始讲话。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调皮的男生，然后就有话直说，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我很欣赏他的东西，因为我喜欢比较 straightforward 的男生。每次跟他讲话，就他给我的 advice 都是很有道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男生可以依靠。所以，我们就在一起。我差不多18岁就进 youth 了，印尼啊、台湾啊、中国啊，马来西亚比年我就每年去，因为每年比年12月会有一个导人们啊。我帮新加坡打那个导人们打了6、7年了，我全身很多伤，因为我的鼻子没有这么大的啦，我的鼻子是因为我觉得我的骨这边就已经碎了，也不是碎，是已经有很多 hairline fracture。拳击和生活一样，时刻都在面对挑战。还得考验自己的意志力和决心。打拳所带来的伤没有使蔡荣阳退缩，反倒是生活上所面临的考验，却不得不让他三思而行。那时我在做boxing了，我1个月才带回来1000多块，连这样养家，然后就完全不可以，我就完全放弃那个boxing。我放弃是因为我爱我太太，真的是要结婚了，我真的要杀一个家。为了爱，蔡荣阳放弃拳击；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另谋出路。读书我不厉害，做拳击、做 coach 赚不多。然后我在讲，我自己就想，其实我小时候就会煮饭了。其实烹饪不是我的第一个选择啦，烹饪只是一个 way of survival。因为从小到大，我妈妈、爸爸都是出去做工，然后我就学煮饭。为什么我开始煮？是因为我要过个生活。因为我看我的父母都是小贩，因为对我来，我从小到大觉得只有自雇人士煮饭能赚钱，所以我就回去我第一个生存能力，所以我就选择小贩。然后我就去跟我的父母讲，
他们讲你有病啊，你都没有钱，你都没有经验。我就讲 OK， 不然我去读书先了。他们讲 OK， 你去读书，读，然后去读 French cuisine 啦，读完了，我读了差不多2年，然后我授课毕业啦，我毕业了，然后我就去自己开自己的小饭。蔡荣阳从烹饪学校毕业后，马上开了一家熟食摊位，并以他的绰号阿文为摊位命名。这间呢是我的第一间店，我也不算白手起家，我是第一天在这边来，然后我在这边过了3年，23岁拿到店，刚好 UNESCO 进来 promote hawker culture， 然后当然我又是 youngest hawker in Singapore， 很多 media 就找我，我有多80多个到100多个 interview 了啊， then slowly I was already not that super famous, but already well known in the local hawker scene 啊。蔡荣阳年纪轻轻就自己开始档口当小贩，引起了许多媒体的关注，开始有了名气。但是他的父母一开始却是反对他当小贩。我叫李美莲，我是蔡荣阳的妈妈。我是不太赞成呐，因为我们自己当小贩的，我们知道当小贩很辛苦的嘛，早出晚归啊。连我本来是不希望孩子步我们的后尘，因为我们没有读书，才需要当小贩。把他硬说他不要去跟人家做工，没有办法咯，就支持他了。蔡荣阳自2018年开始创业的小贩生意，3年来经营得有声有色。然而，冠病疫情的来袭，严重地打击了他的生意。疫情影响了很多家庭的收入，让蔡荣阳回想起小时候，家里也曾经饱受1997年金融风暴的影响，于是启发了他想给有需要的家庭派送免费食物的想法。到 COVID 来了，我就 agree 我要给 free food to everyone。然后我爸爸那时中了那个行情风暴啊，那时他们 economy 还没有工作很惨呀。然后我爸爸也是没有讲啦，爸你懂小孩子喜欢吃麦当劳。然后我爸爸因为麦当劳是我的时代是很贵的东西，然后我每一天也是要吃麦当劳，我爸爸也是每一天买给我，父母都伟大。然后对我来，我就觉得 during COVID I don't want the same thing to happen to other kids， 所以我就 promise that whoever wants food just 跟我讲你要食物，我就 deliver to 你的家。I don't want anybody to go hungry during that time。他的善举也让他荣获2020年总统志愿服务及慈善事业奖。与这份荣誉相比，他更为欣慰的是，他的父母因他而感到光荣。我这个孩子，他只是属于很有善心的人，做这个善事嘞，我说 OK 啦，你这样帮忙人是好的啦，我们也支持他了。到后来他去跟那个总统，我才知道啊，还有这个奖的。哎呀，我的孩子还不错哦。然后我跟我爸去新创我爸跟那个新创安迪讲，这个我儿子在电视里面看到没 ？Covid hero 嘞，然后哇，我直接拍死。从小到大我整天老是 complain 给我的妈妈讲我很鸡渣什么东西哇，第一次我让我 parents 这样 proud， 所以我最 proud 的 moment 不是拿award， 其实我的父母 proud 了，所以那个是我最骄傲的时光。光宗耀祖固然开心雀跃，然而此时也是他开始迈向毁灭的起步。Thanks, Nicolette, for introducing us that this person who needs our help for the rest of the circuit break. 蔡荣阳在疫情期间发起的免费食物派送活动，一共分发了约25000份餐食，让不少家庭获得了暂时的帮助。但这项善举也用尽了他过去3年当小贩所赚到的钱。因为那时对我来，我觉得钱是一个很容易赚的东西啦。那时我没有看钱这么重，我就用我自己的钱，我给 free food 给到完了。我是觉得 COVID is like SARS， 几个月吗？那时你哪里知道 COVID 拉这样久啊？那我真的是把我差不多4-5000的我赚的钱全部掉了，所以我给到我变成 zero ground zero 咯。即使身无分文，
蔡荣阳还是通过省吃俭用以及太太的经济资助，趁着疫情期间店面租金下降的机会，和朋友开设了一家餐厅。本以为开餐厅能够让他养家糊口，但是经营餐厅的压力让蔡荣阳透不过气来。他除了要掌厨，还要兼顾店里的大小事儿。长期的硬撑终于让他崩溃，无法继续坚持下去，最终健康亮起了红灯。我有 work with stomach flu， 我有 work with a broken leg, broken nose， 我 work with a lot of problem before， but I just still work for like maybe 10 hours shift 也是。我 really severely overwhelmed with work and 我的单，我2天没有睡觉，我真的是2天哦，完全没有睡。我晚上真的完全睡不了，就开着眼睛，头脑一直想工作。蔡荣阳所遭受的身心煎熬，一直都保持缄默，独自承受。我觉得金钱是第二，我的 stress 最大的东西是我没有人分享。可能是我有人分享，但我不懂谁可以相信，我不懂谁可以分享。I start to wallow myself in alcohol. When you're depressed, you start to drink even more. 他一回来他就开门很大声，然后就讲话很大声，我就很怕他吵到 baby， 他就吐到整间家都是，然后我就来崩溃。before 结婚的时候，他是一滴酒都不碰。那一天他回来，他就吐到全身都是，然后我就帮他清理了，我就打电话给他的父母。奇怪嘞，我从来不知道他有喝酒的习惯呢。人生就属于报喜不报忧，就觉得好像 that's the end of 我们的 marriage 的感觉。这一次的争吵揭露了蔡荣阳一直试图隐瞒家人的真实情况。这些因素都在慢慢的侵蚀着他的心理健康。Something is wrong with me. Was going through a very hard, 我的 first restaurant 的 partnership disagreement 啊，然后我就 everything was being overwhelmed， 我就要管厨房，我要管前面，我要管到完全东西了。那我已经做了16个小时，我都没有时间了，我还要哪里挤出那个6个小时不要睡觉，然后就做到很累很 depressed 啊。我那时我真的很惨，我惨到不可以再惨了，我活到辛苦了。早上起来我会觉得 What's the purpose of my life today？他有跟我讲他有自杀的念头，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有担心，我很怕失去他。我的 first suicide 是 when I think 我的孩子还没出来，我的 wife was pregnant。正常人也不会从高楼这样看下来哦，要不要跳。我second suicide是 when 我要去给车撞了。我是有哇很多车。你这么 depressed， you will think of the worst thing。was a perfect ending 啊。Until the third attempt 是，我已经真的是站在那个 aircon 上面了。然后我的孩子，爸爸，爸爸。第3次企图自我了结的冲动，也因为儿子的呼叫而告终。爸爸。饱受精神煎熬的蔡荣阳一直独自承受痛苦。他有想要去自杀？真的吗？哈，我真的不知道嘞。这个妈妈很失败哦，听了我整个心都要碎了嘞。
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我觉得是我的错，因为对我来，我觉得我沟通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从来不跟人家沟通。然后我跟我太太，我们在一起已经10多年了，我也是报喜不报忧嘛。我 realize that I really do need help 啊。经过心理专家诊断后，确定蔡荣阳患上了抑郁症。I'm Rachel Koh, and I'm Jason's psychologist. He's very open to sharing about his experiences and the stresses that he was going through at the time. However, whenever he speaks about his difficulties, he tends to speak about it in a very matter-of-fact way, with almost no emotional expression. He had this idea that he could only rely on himself. That wall that he had between himself and others, I think that kept him quite isolated and alone. His walls came down bit by bit across the sessions. 经过1年的心理辅导，蔡荣阳逐渐打开心扉，愿意跟别人分享他的内心世界。时间让蔡荣阳更了解自己，他逐渐地走出了阴霾。蔡荣阳开始锻炼身体，他了解有了体力和好精神，才能够应付每一天。他重返自己热爱的拳击擂台，开始收生教导拳击，成为了兼职拳击教练。It's quite crispy lah. If you can hear. 经过了生命的历练，蔡荣阳希望回馈社会。一有空就会到儿童城教导学生烹饪，借着教学的机会跟他们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Hello, yeah, it's a weird one. Okay lah, but it's very small. Yeah, mine now is 90, right? My advice for you guys, right? Don't rush through life. Really try to enjoy. I always keep telling people I look at the long term, But I realize that the mistake is sometimes you have to live in the present. For me, my mistake is I look at the long term too much. I always neglect my present. 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子没有 confident 啊。I want to make kids to be confident, but who they are. You just do it all. You know, the most 就是 fail and try again 嘛。我就觉得 I did something right.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right, I did something right. I gave someone confidence. 蔡荣阳从小就很敬仰父亲，但是父子俩的感情似乎隔着一条鸿沟。父亲个性内向，表达对子女的爱也非常含蓄。早上我就带他们去放那读书，读了我就忙我的自己的生意了，忙到没有时间了，早出晚归就对了。回到家，他们就睡觉，一天就过一天，我很少跟他们接触，看他平安安就好了。如今，蔡荣阳更积极主动和父亲培养感情。做爸爸就是这样啊，什么工作都要做工啊，没有做工哪里会和你们啊？After 做了爸爸，我才注意到 ，actually 我 follow 爸爸的 footstep, where I don't mind sacrificing. 我觉得我爸爸也是跟我一样，我们都蛮把我们的命放在我们要我们的孩子高兴的地位上。蔡荣阳要当个好儿子的同时，也想当个好父亲。刚刚送孩子去学校，我们现在要去赶着去做工了。重启人生后，家成为了蔡荣阳的心灵港湾。生活中都有家人围绕在身边。我现在在我父母那边的食堂啊，我回去煮我在放灵的时候煮的一模一样的东西。我都没有这么大的 skill as a restaurant right， 把我做得很高兴，我跟我哥哥一起做，然后我的父母又在旁边 right， 连好像全家人都在咯。又回去那个 normal 的 Jason， 我认识的 Jason 这样。
现在只希望我们3个来可以继续这样。我觉得我一步一脚印的慢慢爬上来，我每天觉得比较高兴，来时间配合得到，可以陪老婆，可以陪孩子，又可以陪父母，我是觉得高兴很多很多很多。